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6期的言语电台。再次感谢您对于我们电台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言语电台工作室的各位同仁也和您一样，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普通言丝，出于偶然而相互结识。我们的目标是想在需要时给大家以安慰，在困惑时给大家以安宁，共同让言圈这个大家庭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温暖。很多人会认为追星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盲从行为，而所谓饭圈文化更不过是青春期无所排遣的荷尔蒙和不谙世事的少年们不切实际幻象的综合产物。的确，由于资本的渗入和普遍的低龄化特性，饭圈中充斥脂粉洗脑、编造故事虐粉，为了资源互相倾轧的种种不正常行为。很多粉丝不自觉地成为了自动提款机和无下限的斗争机器。更可怕的是，沉溺于其中却还不自知，自以为代表着正义。尽量避免言圈成为这样的饭圈，其实也是各位工作室的同仁的目标之一。我们欣慰于言圈百花齐放的充沛活力，互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苦中作乐的积极态度。因为不同于被各种话术伪装所包裹的严严实实、分不清本来面目的人造偶像，预言是如此鲜活的存在，几乎是毫无遮掩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他的不幸，但是同时却也是言丝们的幸运，因为真实的不完美、有血有肉的成长与伤痛所带给人的感触与收获，远胜过泥塑目标般的完美造物。这段时间以来，言丝们都陪着预言一起度过了一段难熬的低谷期。我们不知道，在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梦想被灰暗所笼罩时，从不在人前落泪的他，会不会在深夜独自压抑的哭泣？我们不知道，因为伤病而错失最爱的舞台的他，会不会暗暗后悔，没有在摔倒时马上停止排练，及时去医院就医？我们更不知道，发出道歉时那句轻飘飘的克服了一些阻力，赌上的会不会是自己本就扑朔迷离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只知道，在直播时他在用活力证明自己一切都好，在 vlog 里用自己的倒霉来让大家开心的大笑，并用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告诉我们，预言没有被打垮，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带着你们的希望和自己的梦想，还在一直努力，一直奋斗。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这是《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种情节，希望自己喜爱的人是一个斗不败、打不垮的盖世英雄。是的，预言的身上有一种孤勇士的毅然决然、不撞南墙不回头般的古典英雄主义精神。我们都坚信，即使被压于五行山下，即使前路漫漫，历经981难，可为了心中的梦想，他也会不顾一切地排除万难，奔赴与言丝们心照不宣的这场盛大的约会。所以为了这个希望，大家一起好好努力吧。今天的前言有一些长，也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电台想对大家说的一些心里话，希望大家能够以现实生活中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网络言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大家都知道，明星的示范效应很多时候理应体现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上，所以做公益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请来了我们公益站的参与者，来给我们做一次关于公益的小讲座。你好，首先欢迎你愿意来言语电台接受我们这次的采访，还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很荣幸能代表公益站接受言语电台的采访，我是徐宇，目前在公益站的职务是执行。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和普及我们公益站的事情。好的，
次表示欢迎，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益站是如何成立的，包括现在主要有哪些工作呢？好的，我们的公益站是几个月前成立的，当时是甜妹副班向现任站长提出邀请说，会员会希望组建一个固定的公益站，这样可以长期关注并参与公益活动，更好地回馈社会，于是公益站就出现了。现在公益站的活动是咱家非常重要的日常项目，也是由4位副班共同带领参与的。招新3次后的公益站现在已经有40几人了，大家共同出谋划策做公益。公益站成立的初心就是希望盐圈朋友们更加关注被忽视在角落里的弱势群体，把我们从寓言这里接收到的温暖和能量也传递给更多的人。现在的公益活动是每个月2到3次，已经做过爱心艺术活动、关爱抗战老兵、关爱自闭症儿童、关爱弱势儿童等线上活动。具体活动可以翻翻我们公益站的微博。我们的公益站现在还在发展之中，现在受限于疫情的影响，主要是以线上活动为主，以后会开展线下公益活动，身体力行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的是很有意义的组织，我想盐圈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像你一样有爱心的人参与，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吧。那可不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你加入了公益站呢？说来也巧，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过关爱自闭症儿童活动，算是跟寓言的号召跨时空回应了吧。当时我们是在学校举办过关爱自闭症儿童宣讲会活动，我呢既是面对校园的宣传者，也是活动的参与者。首先是我们这边联系到自闭症托养中心的负责人，表明希望给自闭症儿童带去温暖，也想让学校同学们更加关注这些来自新兴的孩子。接着我们在学校里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当天，先是中心负责人带大家了解自闭症和自闭症儿童群体，之后就是我们志愿者的表演，我有参加手语表演，孩子们也有表演节目。孩子们的表演虽然磕磕绊绊，但是也都完成了，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小孩。宣讲会结束之后，现场有孩子们的手工肥皂义卖环节，到场的同学们也都是很支持，就觉得自己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加入盐圈之后，了解到盐圈有这样固定的长期坚持做公益的站子，就觉得很高兴。尤其是了解到原来寓言也是很早就有关注这些自闭症儿童之后，我就更有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加入到这个组织里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好又碰上公益站招新，我就这样参与了进来。谢谢你的分享。那么盐四应该如何亲身参与公益活动呢？你又还有哪些话想要对盐四们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咱家的公益站，有合适的项目可以参与的时候，和寓言一起身体力行的做公益，携手前行。多多关注我们公益站微博，我们会一直有公益活动的宣传。如果有想加入公益站的盐丝，可以看看后援会和公益站的招新公告，联系后援会小助理加入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个世界上收获过许多的善意，许多的帮助。我们常说要时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也许你对自己的现状也不是完全满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在艰难的处境中仍在坚强的活着，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可能就可以解决他们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当许许多多微小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将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去转变，那为什么不为此做出自己一点小小的贡献呢？我们都喜欢寓言的善良和温暖，那么我们自己也要变成善良而温暖的人，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照在我们身上的光反射回他的身上，更好的照亮未来。是的，我们都记得寓言说的，你们是照在我身上的一束光。这句话真的温暖了很多人，也给了很多人莫大的力量。感谢公益站的薛玉来给我们所做的专题，我想用一句歌词来概括，那就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祝福环节啦。除了全国各地的盐丝之外，海外的盐丝们在知道我们这个活动之后，也积极的给我们发来了投稿。
今天播出的也有2位来自菲律宾的言丝给预言录制的祝福，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Hi Yuyan! I hope you are doing well and safe during this time of trials. May you ever be blessed and loved. I love you so much. Your happiness is my happiness too. Please enjoy your days and sleep well at nights. I love you. I will always be here to support you and watch you as you grow with your chosen path. Stay humble, stay strong and courageous enough to take risks. Again, I love you so much. This is Deanne Marcilia from the Philippines. I love you. 预言啊，我希望你可以一讲期待自己想待的地方，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身体健康，心想事成。Hi Yuyan! Bago magtapos ang 2020, nais kong malaman mo na ipinagmamalaki kita at nagpapasalamat dahil pinasaya mo ako. Ang himig na naririnig ko sa tuwing binubuksan mo ang iyong bibig ay ang nagpapagaan sa akin sa bawat pagsasakripisyo at sakit sa pagsubok ngayon. Blessings ka sa amin. Salamat at mahal na mahal kita. Ako at ang aking kapwa Filipino Yuminus ay palaging susuportahan ka. 很感谢海外言丝们的热情，虽然因为他们没有附上祝福的中文版本，所以尤其是第2段，我们只能靠感受去了解他们对于预言的爱与支持，但是还是要非常感谢他们与我们一起给言圈增加更多的温暖。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阿秋吧。大家好，我是阿秋。这段时间我的心情不太好，因为我的女朋友最近对我时冷时热，爱答不理的，怎么问她也不说原因，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到底是怎么得罪她了。终于前几天我找了个理由把她约出来一起吃饭，本来气氛挺好的，我在看菜单的时候，她拿起手机看了看，突然脸色一沉，起身拿起包就往外走。我急得赶紧追上去，拉着她问她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态度变化那么大。她面带不悦地想挣脱我，我牢牢抓着她，打定主意一定要问出个所以然来。拉扯了半天，她终于松口了。她说，刚才你点菜的时候，我上了微博，看了你的微博号。我心中一惊，可是随即又想，我最近并没有和别人有什么不恰当的互动，这和我的微博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继续说道，我发现你今天没有打卡做数据，你口口声声说爱预言，反黑3榜就5分钟的事都不肯做，我怎么相信你说的爱我？所以说朋友们，数据人数据魂，做完数据人上人，你今天做数据了吗？好了，闲话少说，接下来进入本周的数据播报。本周我们的主要目标依旧为明星权力榜，截至本周五，我们的民权排名为第21名，距离挤进前20依旧相差3万票。在这最后10天里，希望大家不要松懈，稳扎稳打，给2020年一个完整的句号。超话签到日均55349，年底签到数据变化较大，可以忽视。日均新帖数为2342，也超额达到了每日2000新帖的目标。我们言语电台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也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做好数据，做一名光荣的数据人。接下来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成名在望》送给大家。预言一直在努力成长，不畏惧艰难，我们也需要更加成熟，跟上他前进的脚步。蛰伏是在积攒盛开的力量，相信经历了风雨后的鲜花会更加的娇艳动人。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没掌声没鞠躬，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日夜在争论在激荡，以音量去吞噬后退路的彷徨。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微亮，那成名在望，会希望，或只是无知的狂妄，那又会怎么
怎么样？混迹过球场的主场，再度动人心的寻常，背负过音乐节的重量，才体会每场仗都要来场雨量。不是怕这些爱与泪要成汤，交割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当日常的重量让我们不反抗，到底后才发现昏地上有梦希望绽放。穿过了摇滚和烫伤，没诉或理想，批判或专长，道路上只能看远方，最远的地方，依稀的塌方，不停冲撞。开过多少年堂，飞过多少异乡，少年早已苍茫，回头望，我在何方？一站又一站的流浪，面对关和空港，一遍又一遍的采访和攻防，一双又一双的目光，像着雨和高墙。这里的风光是不是如同只剩下黑的终点看？有光，那夜的尽头可微亮，那生命在望，是否疯狂，或只是疯狂的火光？那又该怎么样？那又能怎么样？When we were so young， 我梦到当时我们翻过墙，满头浪花，沿途张望，我们光脚越过前尘荒唐。We still be strong， 放射的无情，像万人广场，从不放下，只是信仰。少年回头望，笑我还不快跟上。骑着谁能忘？那路的尽头谁在唱？是生命在望，谁是失望，却更多的谁在盼望？那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天照亮，那生命在望，不可真相。如果你心是种信仰，又能怎样？谁又能怎样？你就能飞翔。微博 ID 七落燃起分享一首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预言。不管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在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
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亲爱的盐丝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晚安，祝大家做个好梦，我们下期再见。在这里提前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下周再见。